在林婉儿无助又悲伤地担心着范闲的生死时，昨夜被召入宫中的范若若却已经成功地逃脱了内廷高手的看管，消失在了重重深宫之中。如今的皇宫已然乱成一团，一时间竟无法找到她的下落。看来这位姑娘家不止青山学艺有成，当年五竹在苍山雪夜里对她的训练，远比当初对范闲的教导要成功许多。此时的范若若穿着一身宫女的衣衫，却偏生穿出了极动人的感觉。衣衫在微雨中缓缓漂浮，顺着宫墙的夹壁缓缓地向着太极殿的方向行去。一路上只见被厮杀声惊得面色惨白的太监宫女偷偷摸摸地向着后宫方向奔去，谁也不会来管她是谁，她来做什么。然后在将要转到太极殿的一道偏僻宫门处，他看见了太监红烛。红烛似乎在这里已经等了他很久。两人平静地互视一眼，范若若平静地看着红烛，其实心里却是转过了无数的念头，因为他根本不清楚为什么几个月之前这位正当红的太监总管会忽然与自己暗中联系。红烛勾着身子离开了这道宫门，他没有解释什么，因为他本来以为小范大人已经死了，思前想后了很久，他骨子里所蕴藏着的那点东西终究让他找到了范家小姐，讲述了自己与范闲间的关系。或许只是这名太监不愿意让自己守着自己与范闲间的秘密，而孤独地守候在深宫之中。范若若知道哥哥还活着，并且在这位太监的帮助下潜入了皇宫，这个事实令他很喜悦。然而紧接着喜悦便变成了深深的担忧，因为他知道哥哥进宫是为了做什么。他走到了宫门旁，走到了一个盛着水的大铜缸旁边，隔着宫门听着不远处皇城上令人心悸的声音，那些铁签刺穿盔甲刺穿骨骼的声音。他的眉宇间担忧之色更重，知道今天连师傅也来了。然后他隔着宫门的缝隙看着远处太极殿正殿门前的那方明黄身影，微微抿唇，不知道沉默了多久，终于下定了决心。皇帝陛下负手于后，双手在袖中微微用力地握着那一方白绢，只有他知道白绢上是若点点桃花一般的血字，刻出血来了。难道朕真的不行了吗？姚太监已经被他赶走，此时皇帝身周没有一名侍卫，站在雨帘之前显得是那样的孤单。而在他面前的小雨之中，一个更孤单的身影慢慢地走了过来。五竹终于来了。小雨依然在不停地滴打着他脸上的那方黑布，他手中紧紧握着的铁签依然在不停地滴着血，一股充溢着血腥味道的气息从他那身湿透了的布衣上透了出来。不知道杀死了多少禁军，五竹才终于从皇城的方位一步一步地走到了这里。他手中那往常似乎坚不可摧的铁签，在刺穿了无数坚硬盔甲之后，刺穿无数咽喉之后，此时锋利的签尖竟然已经被磨成了平端，签身弯曲了起来。五竹不是人，但他也不是神，在面对着人间精锐战力前赴后继无所不用其极的攻击下，他依然受了伤。尤其是从皇城杀下来的那一条路上，穿着厚重盔甲的禁军官兵用自己的身躯当做了制敌的巨石，挡在了他的前方，成功地拖延了他的脚步，伤害到了他的身体。禁军的拦截不可谓不壮烈，可是五竹依然杀了出来。他手中的铁签已经报废，他紧紧束着的黑发早已散乱，身上的布衫更是多了无数的破洞，腰下的一方衣袂更是不知为何被烧成了一片残片。最为令人心悸的是，在乱战之中，瞎子少年的腿似乎被某种重型兵器砸断，以一种完全不符合常理的角度向着侧后方扭曲，看上去骨头已经被扭碎成了异状，根本无法行走。可五竹依然在走，
他隔着那层快要脱落的黑布，盯着殿下的庆帝，用手中已经变形的铁签作为拐杖，拖着那条已经废了的左腿，在雨中艰难而绝狠地行走，一直要走到庆帝的面前。雨势早已变小，淅淅沥沥地下着，太极殿前的青石板上却依然积着水。五竹扭曲的左腿就在雨中拖动，摩擦出极为可怕的声音。每一次摩擦，五竹薄薄的唇角便会抽搐一丝，想必他也会感到疼痛。但是他已经忘记了疼痛，他只是向着殿前的庆帝一步一步地走了过去。庆帝静静地看着越来越近的五竹，忽然开口说道：我终于确认你不是个死物，但凡死物，何来你这等强烈的爱憎？便在此时，一直紧闭的宫门忽然大开，一身污水的叶仲骑于马上，率领着残余的禁军士兵以及自己亲属的骑兵，向着太极殿的方向赶了过来。蹄声如雷，震得地面的雨水丝丝颤动。不过瞬息，数百名庆国精锐兵士便再次将五竹围了起来。只是他们看着被自己包围着的五竹，看着那条已经扭曲却依然绝狠站着的人，却没有丝毫喜悦的情绪。尤其是此时忽然出现在陛下身旁的10余名庆庙苦修士，那些戴着笠帽、拥有强大实力的苦修士，当他们看见五竹之后，尤其是看到五竹身上伤口处流出的液体颜色之后，更是面色惨白，浑身颤抖。五竹身上流出的血也是热的，也是红的，然而却是金红的，在小雨中渐渐淡去，没有太多人能够注意到，但是这些戴着笠帽的苦修士却注意到了。所有的苦修士在这一刻如遭雷击，跪倒在了雨水之中，跪倒在了五竹的面前。他们本来是庆帝最强大的贴身防卫力量，然而在这一刻却不得不臣服于这个跛了的瞎子身前。使者亲临人间，凡人焉敢不敬？这是上天对大庆的神罚吗？雨水缓缓地击打在那些笠帽之上，苦修士们面色苍白地跪在湿漉的地面，怔怔地望着中间那名蒙着黑布的瞎子少年，许久做不出任何的反应。他们本是庆帝最后的防卫力量，当初10余名苦修士联手，便是范闲和影子2人都险些被杀，可见力量之强大。然而此刻面对着五竹，他们会反戈一击吗？皇帝陛下站在殿前的长廊下，天空中细微的寒雨被风吹拂到他所站立的地方，打湿了他颌下的胡须，一缕一缕。他眼睛微眯，眸中寒意渐盛，冷漠开口说道：没用的东西，庙里一个叛徒就让你们吓成这样。很奇怪，皇帝陛下似乎并不担心这些苦修士会在这一刻背叛自己。在很多年前，庙里行出来的那位使者，为了清除叶青梅留在这个世间的一切痕迹，与皇帝达成了某种协议。也就是从那日之后，庆庙行走于大陆南方的苦修士便将陛下看成了真正的天选之人。在天选之人与庙中使者之间，该做出怎样的选择？苦修士们至少在这一刻是沉默的。已经渐渐苍老的他们，自然知道很多年前那位使者所发布的神谕，知道一位使者已然堕落，但他们不知道那位使者是不是面前的这个人。